大家好，我是名职业的高山向导。上一集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攀登珠峰前的准备和在尼泊尔徒步EBC 路上的一些见闻。那么这一期将聊一聊几乎每一个爬珠峰的国人在攀登前都要经历的一场考试是什么呢？就是要爬一座海拔6119米的罗布切峰。很多朋友会说，为什么要在爬珠峰前再浪费体能爬一座海拔6000的雪山呢？它的意义到底何在呢？那我们这一集跟大家聊一聊。另外呢，随着海拔的提升，我拍摄画面的质量也在不断的下降，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谅解，谢谢你们。今天呢是从罗布切村前往这个罗布切的高营地的一天。就为什么很多咱们中国的队伍登这个珠峰之前要搞一个罗布切或者搞一个岛峰？第一个呢，其实是为了这个适应海拔嘛，毕竟也是6000多的山。第二个呢，其实罗布切我爬过2次，是相对而言我觉得算比较技术性的一个山峰。你可以大量的尝试使用这个手升ADC。而且我个人呢，其实觉得比较好的是罗布切那个山顶的风光很漂亮，天气好的话是能够看到珠峰落子能看得很清楚。小宝，爸爸正在和一群怪叔叔一块爬山。这个是从罗布切向高营地走的路上，然后都是比较大的这种碎石吧。这一段呢，大概是整个罗布切相对最难的一段，大概的话，如果不用绳子的话，5.7、5.8。但它是有绳子，还有向导会拉你，所以就非常安全。小宝，不知道等你长大了喜不喜欢爬山？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喜欢爬山的话，我希望你是因为单纯的喜欢大自然，然后喜欢看看山上的风光，不用去所谓的什么突破自我挑战，都扯淡。跟家洗1000个碗也能挑战自我。爸爸就希望你开心的活着。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雪线之上，在这种极高海拔的地方呢，我们吃的东西非常有限，没有办法吃太多的这种蛋白质的摄入。那我们以前呢会带牛肉干，但是特别干燥。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陆游鲜这种深海的鳕鱼肠呢，它会感觉让你吃起来更加舒服，能够为我们在高海拔登山补充非常好的蛋白质。在罗布切的高营地的帐篷里，其实我自己更喜欢住这个帐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感觉好像更干净一点。然后尤其是每次去上厕所，不用去脏兮兮的厕所，可以去大自然里上，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大概也就是因为这点吧，所以喜欢睡帐篷。对，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是，有了孩子之后才发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 tips， 就是可以买那种在衣服上写字的那种马克笔，然后给自己的羽绒服睡袋上都写上自己的名字。一个呢是不容易拿混，第二个觉得还挺好玩的。因为罗布切高营地前往冲顶的路上，可以看到一个脚印，是这个野兔的脚印。那现在海拔已经5000多了，所以大自然里这个动物的生存能力还是很强的，可以看到很漂亮的一溜脚印，比人厉害哈。日出了，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阿曼达布拉。这些其他的队员在沿着这个路绳慢慢的往上爬。就这一段还算比较陡吧，然后有亮冰，有这个冰雪层，然后后面的队员也在慢慢的过来。第3次爬了，总体感觉就是越来越熟悉了。阿曼达布拉，我们的条路线，顶峰的路线。这个高海拔攀登就是个秀场。
你看我前边这个，这也不是哪国的大妞，跟这儿劈腿呢，表演扯淡。大福，挥挥手。刘姐，最后的顶峰，这个是额布切的最高峰，其实是假顶，但是商业来说就到这儿了。然后能看看我们周围的山啊，真的好漂亮。环看周围的山，那个就是后面要爬的珠穆朗玛峰，可以看到非常清晰。希望珠峰登顶那天天气也能这么好。吃陆游鲜鳕鱼肠，登顶高海拔雪山。从罗伯切村通往这个珠峰大本营的路上，可以看到还是人比较多。在路上，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位于昆布平川旁边的珠峰大本营。到那个珠峰大本营的 base camp 的一块石头，一般 EBC 徒步的人到这儿就会结束。傍晚的大本营，我们已经到达这个大本营的营地了。然后桌上摆了一瓶这个真正的路易13，我不懂酒，但好像价格不菲。来看一看，海拔5400米，珠峰南坡大本营的路易13，这杯的都准备好了。这是专用的。哇，这都是专门背上来的。这边水晶杯吧。画面中我正经历的这个叫做喂桑仪式，是每一个攀爬者攀爬前都要进行参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祈求平安和好运。在大本营的适应性训练，从我们住的大本营出来，大概步行1分钟就能到达冰川的下面。然后现在呢，是我们队所在的这个夏尔巴，他们在修一些梯子和一些路程，是为了模拟在后面攀登时候用到的一些路况。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大概训练的一个环境。海拔5500米左右的永久性冰川，珠峰队员们在这里训练。在今天的这个所有的里面，这个爬梯子和过这个梯子是我自己也是第一次接触，以前在电视里看过很多次，这也是第一次。其他的，假如说手升啊和 ATC 的下降都还好。远处能看到那个远处吗？就我们住的那个帐篷，所以从帐篷来这边还挺近的。虽然海拔是5400多，但其实适应了之后，感觉还都挺舒服的，感觉还挺好。在这个冰塔林里，还感觉很漂亮。它的那个颜色有点像白色里面添了一点蓝色和青色。爸爸在珠峰很想你，宝宝。希望有一天你长大了，跟妈妈咱们一起再爬一次，好吗？再玩，拜拜。难得有稍微休息不是那么忙的时候，在大本营里面稍微拍一拍。这个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帐篷。这个上面有白色海拔的，这个是我的帐篷，是之前送的哈达就关在自己的帐篷前面，希望能够祈求好运吧。我们进去看一看。
进来之后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算是门厅吧，可以把驮包啊、什么鞋子放在这儿。再往里走呢，就是卧室和客厅了。在这边都是一个人一个帐篷，然后它这个已经有床垫，不需要使用防潮垫了，还是挺舒服的。床垫看起来也很厚。就是在大本营一半的时间呢，是在这个公用的餐厅跟大家聊天吃饭，另外的一半时间呢，就是在帐篷里自己休息。然后休息干嘛呢？一个是闭目养神，一个就是看书。我还推荐一下这个阿龙写的这本书，就是《街角的老北京》，我挺喜欢的。这个是来到大本营的大概第3天吧，第3天还是第4天。然后我们今天晚上的凌晨，要出发去这个叫2拉。1拉呢，就是之前的这个罗布切的攀登，6119米的罗布切的东峰的攀登，我们称之为第1次拉练。那第2次拉练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出发前往去这个 C2 到 C3。对，今天凌晨出发，然后分别到 C1、C2 住一晚，然后往上爬落子壁，然后回到 C2，然后再回到大本营。我们称之为2拉，就是第2次拉练。那这个过程呢，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它是为了让你适应海拔6000到7000之间的这样一个海拔，对于后面真正的最终的攀登的话，还是挺重要的一次适应。而且在这次适应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个过昆布的冰川，可以攀爬这个落子壁，可以说是除了最后一段，几乎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模拟的过程吧。就大概我已经出来接近有15天了吧。那在这段时间内，其实EBC 的徒步的适应，罗布切攀登的适应，对我而言总体来说还都算非常顺利，我觉得很满意。但是后面的这个适应呢，也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我希望自己也能够做好这样的应对吧。因为你也知道，其实在尼泊尔的南坡，这边各种队伍都有，人员比较混乱。那最有趣的是，和我一起徒步，就是一起在 EBC 徒步，我们2个人住同一间屋的这个大哥，他在前天回国结束徒步回国的时候，就是核酸是阳性。所以我跟他是同屋，但是其实我也不太在意这些事情。现在来看，整体的状态都很好，就还是放松心态，保持平和的内心，更多的关照自我的心理吧。我觉得这点还挺重要的，我会加油的。从我们住的营地看到的昆布冰川，我们每一次的这个拉练和最终的登顶都是沿着这个昆布冰川来走，就是看着我的手指这个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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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穿过这个狭窄的山口，就是通往 C1 的路，可以看到很多的悬冰川，大面积的塌方，所以每次通过这个昆布冰川都是尽量是在夜里冻得瓷实一点的时候走，但就算这样，就每次走这里的时候，它的那个路线都会被这个积雪啊、落冰啊给砸坏。Farewell, my love, we'll be together soon. I'm resting with the angels, they'll carry me to you.